妈，签了吧，毕竟你对我有恩，我肯定会给你个体面的。我是做亲儿子一般养大的继承人，竟然为了一个背叛他的女人，逼我退位。集团公司的机密是你透露给 M 国的？没错，是我。严青从国外回来了，他在那边做 CEO， 反正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集团资产早晚都要转到我名下，早点把他送给我，当做聘礼不就好了？一个儿子，哼，他还以为我非他不可，却不知像这样的养子，我还有6个。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当医生说我不能生育时，我一口气领养了7个有天赋的贫困生。这个年纪最小，就由我亲自教导，其余6个请各个领域最顶级的专家作为他们的导师。我李锦瑜的孩子必须是翱翔9天的龙凤。妈，签了吧，我已经跟严青商量好了，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1个季度的纳税额足够把你那个便宜女朋友的公司从头到脚收购100遍，用得着你给我养老金？妈，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你也不想等你老了以后，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吧？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签，你就不给我养老了？对。狠了。养老金就不必了，你还是考虑考虑自己吧，毕竟牢饭可能不太对你的胃口。通知法务部，起诉李茂出卖公司机密，立刻启动最高级别诉讼程序。我要他在24小时内收到法院传票。另外，给我其余6个养子发召回通知，通知他们回来分家产。李茂，6个养子？你没听错，除了你，我还有6个养子。你没听错，除了你，我还有6个养子。妈，我承认，我差点就信了。你这招釜底抽薪确实高明，就打个电话就想吓唬我，让我屈服于你。整个集团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李茂就是你的唯一继承人？这10几年，你在我身上投入了多少？你没有不行，集团也是，你的商业帝国没有我就完蛋。是啊，这10年我接你回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为人处事，给你洗衣做饭，将你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开阔你的眼界，更是送你出国深造。回国后更是拿几个亿的项目给你练手。你被对手算计哭鼻子时，是我替你撑腰摆平烂摊子。我教了你这么多，可唯独忘记教你感恩了。李茂，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你确定要为那个曾经背叛过你的女人逼我退位？妈，你这就属于挑拨离间了。严青当年离开我是为了保护我。哼，保护你？这种鬼话你也信？跟你说你也不懂，毕竟你连恋爱都没谈过啊。不管怎么样，既然严青现在回来了，那就该换我保护他了。看来你是要执迷不悟，那我也只能让你那几个哥哥来收拾你了。妈，你这个把戏再演下去就没意思了。你不是说你还有另外6个养子吗？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呢？我听都没听说过。有本事现在你让他给你打个电话。能，来。妈。喂，风儿，够了！没想到提前连演戏的人都安排上了。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真生气了。哎呀，怎么生这么大的气了？李阿姨，您何必呢？李茂也是为了您好，您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歇，
享受生活了。妈，你老了，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了，我劝你识点时务，赶紧把它签了，不然等我继承了集团以后，你再想求我，可就没那么容易。哎呀，茂哥，怎么能这么说呢？李阿姨毕竟养了你1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们做晚辈的，应该懂得感恩。通知保安部上来一下。妈，你什么意思啊？办公室的空气净化器，处理普通垃圾还行。像你们这种到垃圾场比较对口。你这死老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看谁敢对李总动粗！李总，把这2个不速之客给我请出去！凡是他们动我的东西，包括地毯，全部都给我扔掉！你敢？你别忘了，核心数据都在我的脑子里。你今天敢这么对我是吧？我明天就可以让集团的股价跌停！你们不能动我！是苏氏集团的 CEO， 绿 M 国的绿卡，你们这是非法军舰！你今天这么对我，你肯定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我可是集团未来的董事长，你们敢这么对我，你们死定了！闭嘴，你这个废物！你不是说你妈肯定会把公司交给你吗？现在什么情况？姐姐啊，你听我说，我妈她肯定是一时糊涂了，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公司不交给我，她能交给谁呢？不过我没想到，她居然这么不识趣，看来我要给她点颜色瞧瞧。你什么意思？我要把锦鱼集团的核心机密全都公之于众，我要亲手毁了他的商业帝国。等到公司的股市大降的时候，他一定会跪下来求我。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李总，您电话。风儿、小薇、知梅、小郑、小葵、阿华。妈，刚才怎么挂我电话？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告诉我对方公司的名字，我立刻找出他100条罪名，让他尝尝绿界活阎王的厉害。没多大麻烦。也是，您老人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您让我们回来分家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妄想造反？你等着，我这就让他上热搜头条。妈，欧洲市场核心科技出现资金变动，应该是李茂泄露的消息导致。需要做过。妈，集团内有的防火墙显示有异常，矛头指向李茂，因为需要我把他的店里热进监控。养孩子果然还得搞组合投资。好了，孩子们，快回来吧，妈想你了。谁迟到了，谁就要接手李茂的烂摊子。Lisa， 立刻安排直升机直飞老宅顶楼。是。董事长，李茂将公司所有的机密都传到网上去了，我们集团的股价已经开始跌了。不急，正好借着这次机会洗洗集团内的人。你收集证据就好，等他的几个哥哥回来，自然有办法收拾你。其他6位少爷和小姐要回来了，据说他们现在是各行各业的魁首，有他们出马，恐怕这次小少爷要倒。行，我先去收集证据。我曾经以为他会是我最完美的大军，可没想到他却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白眼狼。你傻了！集团股价大跌，股东把你的电话快打爆了吧？滚出去！还这么嚣张，你是真搞不清楚形势吗？现在所有的股东都在抛售股份，而我们在全力收购，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是集团最大的股东。到时候你签不签字已经无所谓，是你教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一次一次的问你的意见，就是念在我们母子情分。如果你现在愿意签，我还是可以给你找一个全国最好的养老院。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芊芊，你不是早就想搬到这儿来住吗？今天我就给你腾位置。好啊好啊，到时候我要重新装修一下。没问题，收听你的。把我妈请去养老院。是。不敢，我哪也不去。我看你们谁敢动我！都愣住做什么？他要是不肯走，那就把这里全都砸了。我看他到时候能住吗？砸了也好，反正要重新装修。你们砸的时候，把每一个角落都重新消毒一遍。芊芊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是。等等。林茂，你还记得3年前你第一次做义务，我就是在这儿给你上的课。目标书，智慧城市。妈，这次对手那么强，我能中标吗？茂儿，你是我李锦瑜的儿子，你不输于任何人。老东西，居然想打感情牌！我们今天就让你母子彻底断了母子。芊芊，你这是干什么？猫哥，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当年离开是被阿姨逼的，还是我配不上的？还拿家人的工作威胁我，我这些年在国外过得好苦。妈，芊芊说的是真的吗？2018年5月7号下午3点，4喜酒店3018房间，那个开保时捷的男人，需要说出他的名字吗？离开时，你的账户上多了200万，需要我帮你调流水吗？他怎么会知道？你胡说！我这有视频，你想？臭老太婆，你居然敢威胁我！我跟你拼了！你打我！你居然敢打我！打你怎么？你再逼逼一句，我还抽！妈，你没事吧？妈，我现在带你去医院。茂哥，不要！阿姨如果现在出现在医院里，对我们收购不利，外人会说你为了股份联合我害死亲妈的。可是妈伤得很严重啊！现在还不能形容，她不会放过我们的。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说什么呢？她可是我妈，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啊？废物，这不敢那不敢吧？以后还怎么成事？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你妈。结婚之后自然就是我妈了，我怎么会让你做这种不忠不孝的事情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先接管公司，等拿到实权后，再给阿姨找最好的医生，她以后会明白。妈，儿子以后再给你请费。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妈，儿子以后会孝顺的。芊芊，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先把他关到房间里去，等我们彻底掌控公司，再放出来。不行，他现在受伤了，你把他关起来，万一……只是关1天，不会死的。做事能不能不要磨磨唧唧的？好，妈，那就先委屈你一点。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妈一根头发！有谁啊？你好，七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的大哥李峰。2姐李知薇3哥李华。4姐李知梅。5哥李正。6姐李知葵。
初次见面，请多教几。李茂，我早就说过，我的继承人不止一个，而是整整7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都是假的，茂哥，他们一定都是雇来的。报警，告他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蓄意谋杀未遂。至于你，姐弟，集团的法务部会好好跟你算门一场。你明明就只收养了我一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就只有我陪在你身边，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6个。不见过并不代表没有。你以为妈当初收养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这一步吗？你别以为找几个群众演员就能唬住我，你这个手段一点都不高明。你够了，李茂！他们6个就是当年我和你头一批收养的孩子，他们就是你的6个哥哥姐姐。当年只是因为你太小，又胆怯怕生，我才把你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亲自教惯他，没想到就是个十足的白眼狼。你为了在心理上吓唬住我，做戏做的挺全套啊。就凭他们啊，以为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就能来跟我分家产，做梦呢！李茂，注意你的言辞，不是你的家产，而是妈的家产，而我们6个人更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就是，真以为妈就你一个选择啊？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人之井底之蛙。看来妈真是把你保护的太好了，你真是天真的可笑。好啊，你们不是说是李锦瑜的养子养女是我的哥哥姐姐吗？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这是我的收养证明，白纸黑字，具有法律效力。你们的呢？拿出来。就是当你要拿这个说事儿。这下你可看清楚了。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未雨绸缪的想到这么多。这怎么狗急跳墙，还想撕毁我们的领养证明吗？李茂啊，李茂，你当下的丑陋行为可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李茂，傻了吗？这种纸质的领养证明，我想造假多少张就造假多少张，别被这群骗子用这种低级的手段给骗了。这个是可以造假，差点就被你们给骗了啊！李锦瑜，真是好算计啊！呀，我知道李茂要离开你，你很舍不得，但是你也没必要病急乱投医，用这种低级的手段，请这么一些临时演演这种拙劣的戏码吧。你可真是老了，可怜又可笑。李锦瑜，我本来没想和你计较，没想到你却找来6个跑龙套的，一再戏，过分了吧？没错，看你妈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既然如此，我李茂从今天开始就和你划清界限。李茂，说出去的话可是收不回来的。收回？我为什么要收回？是你糊涂，找这些群演来戏弄我了。你觉得我还会认你这个妈吗？不过你别忘了，我是你的法定唯一继承人，不管发生什么，你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到最后还是我。你老了，拿什么跟我斗？还有你们这6个废物跑龙套的，这么爱演李景云的养子养女是吧？那你们就一起联合起来搞垮我和延青啊！哼，不用，我一个人就能搞垮。3天后是我和延青的订婚宴，希望你们一家人都来见证我的幸福。还有，
等我继承了景瑜集团，我和延庆的公司就是整个云国最大的生物帝国。到那个时候，我要让你们6个，不对，我要让你们7个全都跪在我面前。他李茂算什么东西？哪来的自信让我们和妈向他下跪？简直是井底之蛙，狂妄之极。看来不把他那点可怜的自信碾碎，他是不会清醒。真是让人恶心的嘴脸。忘恩负义，莫过于此。我李锦瑜这一生投资从未失手，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上看走了眼。7个孩子中，竟然出了这么一个是非不分、狂妄自大的逆子。云国最大的商业帝国，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那我就送他一份见面礼，让他为自己的背叛付出第一笔代价。大哥出手，肯定让他逃都逃不过。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我们没意见，我们支持大哥。李茂已经窃取了锦玉最核心资料，他刚才说的订婚宴，我看就是一场鸿蒙宴。妈，您的意思是？他不过是想利用这次宴会，当众拉拢锦玉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资源，好为他和延青的新帝国铺路。他敢，简直是痴心妄想！我猜，他还会在宴会上恶人先告状，诬陷是我把锦玉核心资料卖给了敌对公司，让我身败名裂，好顺理成章地接管锦玉。怪不得他那么有底气和你划清界限，原来是早就设好了局。想把妈当众推下地狱，狗献羊，侵吞家产，真是好毒的算盘，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哼，李茂啊李茂，羽翼还没长齐，就真当自己能一手遮天了。既然他这么想看妈和你们联合起来的样子，那就会让他和那个延青亲眼见识见识，什么叫永世不得翻身。李峰，你法律先行，准备应对他可能出现的一切法律贡献。我要在宴会前先掐断他的一条臂膀。放心，妈，铁证和诉讼我会同时准备好。志威，舆论风向交给你。订婚宴随后，所有舆论风向要牢牢掌控在我们手里，随时准备应对计划。放心妈，黑的白的怎么讲，由我们说了算。他既然敢向我们泼脏水，我就敢让他全身是洗都洗不干净。李华，对，盯紧资本市场，李茂和延青的公司有任何异动，我要你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打乱他们的阵脚。妈，您放心，他们的资金链我会让它惊起不断。知梅，信息屏障由你控制，我要你牢牢监控李茂和延青的通讯及计划。我要知道他们在宴会上给妈准备了哪些惊喜。没问题，妈。他们发出的每一个词，最终都会变成射向他们自己的子弹。我们的系统也绝对安全。智奎，你负责上层社交圈，我要在宴会前让该知道的人知道谁才是主人，该站哪一队。好的，妈，上层的风向我来定。李正，你心思缜密，负责组织支援，核查了5缺，你名下的农业科贸公司或许会成为一张意想不到的牌。我会做好全局衔接。妈，那张牌可以随时打出去。3天后，不是他李茂的登基大捷，而是他和他所谓爱情的葬礼序幕。孩子们，让我们为他准备一份终身难忘的贺礼。是，妈。我就说吧，他根本就离不开我。喂，李总，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有何贵干？小茂，别这么叫妈。唉，妈想了一下，
你是妈的儿子，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和延青的订婚宴，妈想了想，我这个当妈的理应到场，不然让外人看了，那像什么话？这女人果然怕了。你能这么想是最好的，毕竟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请柬我会派人再送一份过去。好，妈那天准时到场。小茂，妈希望你能幸福。妈，我也真心希望你能到场。接下来，好戏才真正开始。早点低头不就好了，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茂哥，我说什么来着？他孤立无援，除了妥协还能怎么办？我看他是真怕以后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他愿意来最好，他来了，这场戏才能唱到最高潮。妈，您真的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儿子的订婚宴，我怎么会不来呢？李阿姨，你今天能来，真是给了我和茂哥天大的面子。里面请，最好的位置给您留着呢。严小姐，今天你是主角，还有好多宾客要照顾，妈有我们呢。妈，我真没想到这些个臭跑龙套的，你还真给带来了。这几天相处下来，妈觉得跟他们十分合得来。妈甚至觉得他们比亲生的还亲呢。是啊，妈，我也觉得您都和我亲妈一样，我都要爱死您了。是啊，妈，您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够了，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你能管好他们，别给我惹什么麻烦，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行了，妈知道了。走吧。不客气的事儿还远没开始呢。尊敬的各位长辈、亲朋好友以及商业伙伴们，非常荣幸今天大家能够参加我和青青的订婚仪式。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本应该充满祝福和快乐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却无比的复杂，甚至痛心疾首。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作为锦玉集团的继承人，我必须要在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事实：锦玉集团核心商业机密已经遭到严重的泄露。什么？怎么回事啊？什么？核心资料泄露？这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拖进火坑吗？泄露集团商业机密，这可是商业犯罪。李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景玉的这些商业机密外流，那我们的市场优势就全完了。那我们投进去的钱岂不是都要打水漂了？对不起，是我对不起大家。茂哥，别这么说，也许李阿玉有她的苦衷。明明茂哥很快就可以正式接手集团，李阿姨，你为何要将我们集团最核心的商业机密卖给我们的敌对公司？难道说，就因为李茂不是您的亲生骨肉，还是说你有什么别的苦衷？景瑜，你这么做不仅是亲手毁了你培养了10年的继承人，更是要毁了你一手创办的景玉集团，毁了我们所有的利益和心血。我看呢，李总八成是更年期拖成了老年痴呆，
为了点私利，连根基都不要。妈，事到如今了，你还是什么都不愿意说吗？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苦衷，但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呀，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李茂这场自导自演、颠倒黑白的戏，你演够了吗？你是想通过制造舆论，把背叛公司的帽子扣在我身上，逼我交出禁运，是吗？妈，你说什么呢？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苦衷，但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您的儿子呀。而且我是因为有了证据，所以我才如此的心痛。大家都看看，都到这个时候，李阿姨不想着澄清解释，反而还要污蔑老哥，你分明是心虚了。李景瑜，李茂都说有证据了，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李景瑜，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只为他们吵得我耳朵好疼，可以准备反击了。早就准备好了，妈。行动！快看热搜，热搜全变了。里面还说严青的学历、资历全是假的，就连苏氏集团 CEO 的职位也是靠手段骗来的。这条更吓人！锦域集团核心资料泄露给竞争对手的是李茂，相关交易记录你们截获。搞舆论战，你们又怎么可能是李之威这个隐藏的传媒大佬的对手？锦瑜，你不要以为找几个流量媒体就能让大家轻易相信你，做梦！没错，现在网上东西都真假难辨，你们空口白牙就想翻盘？李景瑜，你要真是清白的，那就拿出证据。对，你今天必须给我们所有股东一个交代，否则绝不罢休。对，拿出证据来！李茂，你口口声声说妈背叛了集团，那你的证据呢？该不会就是你在网上买通的那些垃圾号发的通稿吧？等你甩出那些伪造的证据，看本小姐怎么当众把你的脸打烂。我知道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哼，那我就让你们也让大家都亲耳听一听。苏总，锦域核心资料我已经发到您的加密邮箱了。对，价钱就按照我们之前谈好的，只要钱到位，后续星火计划的资料也可以给你们。李景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星火计划可是锦域最高级别的项目，你真的卖了？为了钱，你连自己的儿子和公司都卖？李景瑜，请解释一下这段通话。吃里扒外的道理，看你就想害死我们。吕茂，你就这点伎俩？你这段所谓的通话录音，伪造技术之拙劣，简直是把在场所有的人当成智障。该死跑龙套了，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这分明就是铁证。好，那就有请云国最高司法鉴定中心对你这段录音进行鉴定，你敢不敢？若是实施远程鉴定，还是最高机构，那肯定做不了假。还想现场鉴定啊？谁知道你会不会借着鉴定搞什么别的鬼把戏？录音你们不相信？好啊，那视频呢？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这就是星火计划的全部资料。李景瑜，你太让我们失望了！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真是铁了心的要毁掉我们景域啊！报警，必须报警，把他抓起来！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必须追究到底。没错，必须给他。精彩啊！这段视频做的确实以假乱真，哼，要不怎么蒙骗了在场的这么多双眼睛？但可惜，妈的眼睛还没瞎，看了这么久的猴戏，该收场了。
枝梅，到你了。各位，先不必急于愤怒和恐慌。既然李茂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关键的视频证据，不妨让我用我的技术手段给大家现场辨一辨真伪。视频伪造，尤其是高级的 AI 换脸技术，无论做得多么逼真，都会留下无法完全抹去的拼接痕迹和算法特征。这种场景我是第一次看到，太炫了，必须得记录下来。对的，他不过是李景瑜请的跑龙套的，怎么可能现场认出这个视频的真假？一定是装样子的。好了，各位，请看大屏幕，这就是经过我还原的，没有被篡改原来的事实。这怎么可能？这就是经过我还原的，没有被篡改原来的事实。这怎么可能？卖资料的女人居然不是李景瑜，难不成之前的视频真的被李茂做了手脚？该不会我们都会被李茂耍了吧？李茂，这视频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必须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大家别着急啊，还有更刺激的。你们知道李茂提供的这段视频里，用美金交易锦玉集团星火计划的对家公司是谁吗？谁呀？谁呀？苏氏，那不是严青的公司吗？现在是谁站在李茂那边？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谁是狼，谁和谁狼狈为奸，一清二楚。用这种半吊子的 AI 换脸技术和漏洞百出的剧本就想构陷我妈？李茂，还有你请的技术团队，水平更是业余的可笑啊！这个老东西，看来你早有准备，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各位，大家听我解释，我李茂用我的声望和身家性命发誓，我提供的视频绝对是千真万确的，是他提供的视频才是 AI 换脸的，而且苏氏的标也是他刚刚加上去。我提供的视频绝对是千真万确的，是他提供的视频才是 AI 换脸的，而且苏氏的标也是他刚刚加上去。没错，李景瑜，你当着这么多精英的面，妄想栽赃苏氏，你简直胆大包天！李景瑜，真是没想到啊，你居然不惜铤而走险，用如此拙劣的技术手段来污蔑我，篡改你犯罪的真相。苏景，是他呀！说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我看啊，肯定是李景瑜为了洗脱罪名，只请来这女的用 AI 来骗我们。视频这么短时间，不可能复原，一看就是在演戏。有道理。知梅的电脑科技可是全球顶尖，像这样简单的视频还原技术，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的见识还是太短了。你说我业余？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专业。我这里有一份你过去3个月以境外 IP 进行机密数据传输的完整日志，需要我现在对外公放吗？境外 IP 日志，我早已加密了几10道密码，他怎么可能有？哼，李锦瑜，你想用空城计吓退我？做梦！我怎么可能跟境外机构勾结？你少在这污蔑我！真当自己是电脑高手，丢人现眼！既然你不承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大家请看，这里都是清晰的境外 IP 地址，每一个都是景域集团核心机密的失窃案。这就是李茂窃取公司资产的银行流水初步证据。相信真相已经一目了然了。真正出卖景域集团的人，并非李景玉，而是你，李茂。小白眼狼，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李茂，原来真正的乱臣贼子是你！不是我，李茂，这些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当然不是我，我兢兢业业的为景域集团工作了20多年，我怎么可能出卖我的心血和良心呢？哼，兢兢业业20几年，你打娘胎里就开始工作了，李茂。你真是厚脸无耻的，我没想到。李锦瑜，你真是好算计啊！不限你，你也配？你要不是妈栽培你、扶持你，就凭你，别说20年，就算是再干500年，也休想达到景域今天的地位。这个贱人，你居然敢打我！不过确实。你的 P 图技术确实不错，如果你愿意跟我，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月薪8000的班上去。如此绝密的资料，你说我是 P 的？这些当然不是你凭空 P 出来的，因为这些确实是集团利益输送的罪证。只不过，你把李锦瑜的名字换成了我李茂。你说我是 P 的？这些当然不是你凭空 P 出来的，因为这些确实是集团利益输送的罪证。只不过，你把李锦瑜的名字换成了我李茂。李锦瑜，你就是眼见公司在李茂的管理下风生水起，你怕压制不住他，所以才把资产全部转移到境外。承认吧，你就是小肚鸡肠，怕有朝一日李茂超过你，怕你的资产被李茂抢走。李锦瑜，既然你不惜用这么拙劣的手段抹黑我，那就别怪我陷你的牢底了。哼，哦，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什么伎俩。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耍花样，我提前就在酒店附近布置了一批黑客，全是顶尖的，我马上就会让他们把你卖给亮网的绝密数据全都公布出来。亮网资料一旦曝光，等待你的不仅是100亿个人资产的损失，你还将遭到对家的追杀。李锦瑜，如果你现在愿意承认错误，并且把整个景域集团彻底交给我，那么我可以对你记不不救。哼，可笑！机会我给你了，是你逼我的。行动开始。是。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是想在几分钟之内把锦衣最关键的几大数据库全部加密锁定，并且把关键的商业数据全部散布在亮网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是想在几分钟之内把锦衣最关键的几大数据库全部加密锁定，并且把关键的商业数据全部散布在亮网上。他们这是想对景域进行现场屠杀，还想嫁祸给咱们。李茂，你怎么敢如此对待景域集团？你不知道这是妈的心血吗？纸梅，该给他点教训了。放心吧，交给我。得了吧，
就你这点三脚猫功夫啊！在全球黑客榜前10的高手面前，你这就是班门弄斧。算了吧。哎呀，老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这个女人爱表演，那就让她演呗。就算她把键盘敲碎，也不可能追上咱们这些顶尖高手的手速。李锦瑜，达到100%，你可就完了。李锦瑜，你完了。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现在愿意跪下来给我道歉，我还是可以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并且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养老金，送你回乡下养老。只要你现在愿意跪下来给我道歉，我还是可以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并且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养老金，送你回乡下养老。李阿姨，茂哥对你啊可谓是仁至义尽，我这个做儿媳的自然也不能差，我再给你买几头猪养养，免得你在山沟沟里寂寞。哼，李茂，我倒觉得接下来该跪下认错的人是你和颜青。死到临头了还嘴硬，这竟然是苏氏的资料，快拍！这怎么可能？别跑了！你们干什么呢？快撤下来！撤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电脑好像被远程控制了一般，操作不得。这是我们苏氏价值100亿的资产，要是挽救不了，我拿你们陪葬！停止交易！停止交易！听见没有？1元成交。怎么会这样？李锦瑜，你竟然以1块钱卖掉我苏氏100亿的资产，你怎么样？本小姐的三脚猫功夫，比起你那些国际黑客还行吗？哼，你们从锦玉偷走的项目本就不属于你们，你们公司的核心项目今天就当捐了。不可能啊！找的黑客都是世界级顶尖的，你们怎么做到的？榜上的高手遇上从不在乎排名的真正的影视高手，自然是不堪一击了。他们一群废物！爸，都是股票马上要跌停了。年轻人，这点小风小浪，你可要挺住啊！李锦瑜，你不要以为你就这么赢了，没有2把刷子，我怎么敢公然跟你叫板？哼，好啊！你除了买水军请黑客，拉拢几个不听话的股东，起哄叫板，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李茂，你之前说只要我们帮你办到李锦瑜，你就分给我们苏氏的股权。现在苏氏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兑现承诺？拉拢几个不听话的股东，起哄叫板，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李茂，你之前说只要我们帮你办到李锦瑜，你就分给我们苏氏的股权。现在苏氏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兑现承诺？是啊，今天这么一闹，我们以后也没脸在锦玉混下去了。李茂，现在就拿出你的个人资产赔给我们。赔？必须得赔！我可把老婆孩子要下去独立回营的。闭嘴！各位，我们苏氏集团并没有破产，你刚得到一个好消息。股票都跌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好消息？我们新公司严氏集团已经获得了新资本的100亿资助，雄厚的资本加上我茂哥的实力，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严氏会带领苏氏成为行业的领航人。该我出场了。
堂堂星资本怎么会投资你们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你们都是久经沙场的商界元老，该不会被我弟媳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蒙蔽了吧？你谁呀？谁是你弟媳？我弟弟李华，金融界的杰出操盘者。操盘手还杰出？你们严氏的股票3分钟之内便会闪崩，而你们苏氏更不会靠着严氏起死回生。你说闪崩就闪崩，你不会以为用你手里那台破电脑就能掌控乾坤吧？没错，你们严氏的股票3分钟之内便会闪崩，而你们苏氏更不会靠着严氏起死回生。你说闪崩就闪崩，你不会以为用你手里那台破电脑就能掌控乾坤吧？没错，这从哪儿又来了个跑龙套的？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扔垃圾桶里去！我看谁敢动我儿子，保证让他下半辈子在非洲度过。李景瑜，演戏演上瘾了是吧？你信不信我？都别吵，看严氏的股票。苏氏和严氏有效联动，一路飙红啊！好，好，好，这下我们终于有救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严氏竟然真的带着苏氏起死回生了。茂哥跟我成立的新公司严氏集团，不仅能让苏氏起死回生，更能成为行业的领航人，击败你们景玉集团。李景瑜，你拿什么跟我斗啊？你看，你的景瑜股票都快跌成狗屎了！景玉看这样子算是彻底完了，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宣告破产了。只有加入严氏才是最佳的选择啊！李景瑜，景玉的股份我们不要了，你把钱还给我。回去，回去，还钱！今天必须给我们交代，谁敢动我妈？看这样子算是彻底完了，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宣告破产了。只有加入严氏才是最佳的选择啊！李景瑜，景玉的股份我们不要了，你把钱还给我。回去，回去，还钱！今天必须给我们交代，谁敢动我妈？各位都是我们景玉的老股东，与我共事多年，竟抵不过李茂区区几句蛊惑，你们可真让我失望。就是商场如战场，运筹帷幄才能一决千里，一点风吹草动就自乱了阵脚。你们这样能成什么大事儿？几位不妨再多看几分钟，待尘埃落定，再清算我李景瑜也不迟。好，那就再给你3分钟时间。3分钟一过，景玉如果败在你手里，你就是卖车卖房，也要赔偿我们几个人投进去的钱。好，一言为定。我相信小华。不好，我刚买的苏氏和严氏的股票开始下跌了。怎么回事？还在飞速下跌？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星资本比亲爹亲妈都靠谱吗？这怎么回事？难道干爹？干爹？没有了，是我朋友的干爹。你放心，新资本后台几亿，一定不会出问题的。没关系，就算没有新资本的100亿投资，凭我在锦鱼集团挪出的几十亿，也足够严氏鼎力一方。没关系，就算没有新资本的100亿投资，凭我在锦鱼集团挪出的几十亿，也足够严氏鼎力一方。新资本涉嫌违规操作被调查，所有投资业务暂停。严氏企业股价闪崩，疑似被神秘资本做空。什么？不好意思，李茂先生，你们的投资方现在已经自身难保。另外，你们挪用锦鱼资金注入严氏的那几个账户，刚刚已经被彻底冻结了。完了完了，我老婆和我丈母娘的钱，还有我的养老金，全部赔进去了。李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我们被你害惨了。李茂，
必须给我们个交代！必须给我们交代！还钱！还钱！妈，我幸不如命。你们严氏的股票3分钟之内便会闪崩，而你们苏氏更不会靠着严氏起死回生。孩子们，做得好！不过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李茂当众出丑，势必会狗急跳墙。咱们得做好万全的应对之策，随时待命。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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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输呢！还有大杀器没有用，瞅你们这点出息！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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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输呢！还有大杀器没有用，瞅你们这点出息！这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藏在这里干嘛？有的话赶紧使出来啊！李锦瑜，今天你死定了！你以为我就请了几个废物黑客？我真正的黑客其实在锦瑜内部，他们一定会替我杀一个措手不及。快看，锦瑜集团破产了！什么？破产了？破产了！哎呦喂！真破产了！真破产了！天哪，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么多大瓜，我这手机内存都快不够用了。唉，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李锦瑜，你输了。所以呢？交出集团的控制权，或许我可以凭借我的人脉拯救集团于水火。你也不想看到你一手创建的公司毁于一旦吧？看来你不把集团抢到手，你是不会罢休的。你还不算太笨。李阿姨，求求你！李阿姨，求求你！李锦瑜，在签字之前，先把我们给公司投资钱退了。对呀，公司都已经倒闭了，现在也不要什么30%的投资回报率和分红了，你把本金还给我们就行。就还个本金，也不至于赖着吧？这么着急清算我呀？这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到时候可别后悔。绝不后悔，我们要脱离锦瑜。李峰，在，把这几位股东的投资款一分不少的打给他们，从我私人账户里出，立马办。是。到账5亿，到账8亿，到账10亿。从今天开始，你们3个和锦玉再无瓜葛。哼，一个破产的公司，离得越远越好。能拿回本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是啊，要是把所有投资的钱啊都搭进去，就亏大了。李峰，像这种目光短浅的人，我们锦玉永不任用，更拒绝与其一切合作。是。公司破产了，你私人账户有大出息，亏你还说得出来这么死的话。谁说锦玉破产了？谁说锦玉破产了？你个老东西，你是不认识破产2个字吗？就凭你弄几个乱码入侵公司官网，就让我相信锦玉破产了？哼，只能糊弄小孩子吧。大家可都看见了，锦玉就是破产。李阿姨，你人老了，接受不了破产的事，可以交给我们年轻人来嘛。你们说的大杀器，就这？你笑什么？这么蠢的人，我前面站了2个，很难不笑啊。锦玉官网已恢复正常。怎么回事？锦玉没有破产。你说呢？几串代码就能被一夜账户不见泰山？
我看几位叔叔还真是老了，早点回家打麻将吧。我妈始终是站在时代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周围有我们几个孩子鼎力相助，锦玉永远不会破产。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年纪最小，就由我亲自教导。 6个养子，你没听错，除了你，我还有6个养子。妈，我明白了，快回来吧。养孩子果然还得搞组合投资。天啊，这是什么？严氏的 logo， 难不成这是严氏的内部资料？快拍下来！这是什么？严氏的 logo， 难不成这是严氏的内部资料？快拍下来！这些都是什么？看不懂的话，我来解释一下。这就是李茂和严青雇佣黑客，策反锦玉集团内部，入侵我们锦玉集团官网的聊天记录。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做到的？严小姐，你的防火墙像纸一样脆。还有，你雇佣的那位商业间谍，现在可在局子里喝茶哦。李茂，你知道错了吗？我没错，我绝不会失败的。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谁想让我的宝贝流泪啊？这不是号称云国10大地产大王之一的王玉玺王老板吗？干爹，干爹，终于来了。强弩之末，搬来救兵了。这不是号称云国10大地产大王之一的王玉玺王老板吗？干爹，干爹，终于来了。强弩之末，搬来救兵了。干爹，你再不来，我就被欺负死。姐弟，今天不是你跟弟媳妇的订婚宴吗？弟媳妇给你送了这么一大顶绿帽子，你受得了吗？我要是你，就当众给你老婆姘头一拳头。我看看是谁欺负我的宝贝干女啊！给我站出来！你不会吧？真干啊！这小子能这么有种？干爹，只要你能救了青青，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这是能屈能伸。青青的事情，干爹已经知道了，股票闪崩，连带我的星资本都被调查。你今天就算不跪，这件事情干爹管定了。起来吧。是李锦瑜，是他搞的鬼。哦吼，李老板，爹来无恙啊！是李锦瑜，是他搞的鬼。哦吼，李老板，爹来无恙啊！那年冬天，因为我抢了王玉玺的项目，他便派人对我施以报复，这也是导致我无法生育的原因之一。哎呀，没想到你自从不能生育之后，竟然收养了我的干女婿。这件事我还真得感谢你，帮我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婿。是啊，这10年我接你回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为人处事，给你洗衣做饭，将你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开阔你的眼界，更是送你出国深造。
后剪子强筋骨，分明是个练家子。这一握，还不得把妈的手捏碎？王老板培养的人间妖精，勾走了我妈的白眼狼儿子，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你骂谁妖精呢？谁急骂谁。干爹，他就是李景瑜请的群众演员，别跟他客气，捏死他！你嘴！干爹，干爹，乔峰，你没事吧？我没事，妈。有事儿的是他，我估计他那张手啊，1个月都得打石膏了。你也有今天，干爹，你没事吧？放心，干爹没事。他只不过是个使用蛮力的野蛮。干爹，咱们用金钱砸死他。干爹，您有的是钱，一定能把他弄死。好，宝贝女儿，你说你想怎么让干爹帮你？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干爹，只要干爹将旗下众多的奢侈品品牌随便赞助我一个，我严氏奢侈品连锁店就能开遍全英国，到时候还怕严氏的股票不涨吗？好啊，你想要哪个品牌，干爹满足你。哎，干爹你最好。真不要脸！我的宝贝干女儿想要什么，干爹都会给你啊！你要把我苦心经营的奢侈品品牌给哪个宝贝啊？夫人，你怎么来了？你要把我苦心经营的奢侈品品牌给哪个宝贝啊？夫人，你怎么来了？我们的时尚大使来了，知魁出手，必定令对手颜面扫地。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抢我的男人，还想抢走我的奢侈品品牌？我冤枉！哼，现场这么多人都听见了，你还敢狡辩？好啊，你想要哪个品牌，干爹满足你。哎，干爹你最好了。不是，夫人，你说你吃的哪门子飞醋呀？我这不是看着你管理这么多品牌累得慌，我才让青青帮你分担一二啊。青青，叫的好亲热呀，是不是还想搂在怀里亲一下？你胡说什么你？看他们之前的样子，怕是早就亲过了吧？哎呀，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呀？王一喜，当年你穷困潦倒的时候，是我没有瞧不起你出身卑微，把资金资源都给你，是我给你镀金身，让你成为万人敬仰的地产大王。现在你居然敢包养小三，你对得起我吗？哎呀，干嘛？你误会干爹了。你居然敢包养小三，你对得起我吗？哎呀，干嘛？你误会干爹了。今天是我和严青的订婚宴，严青是我老婆，跟干爹一点关系都没有。干爹对您那肯定是忠心耿耿啊。你是什么狗东西啊？干妈也是你叫的，你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好，你还好意思跑出来乱叫？这副囧样才是他的专属表情包啊！也是知魁抓住了王老板的弱点，才4两拨千斤。知魁妹妹，这次要不是你的话，我辛苦一辈子创立的奢侈品品牌就要被那个狐狸精给抢走了。干嘛？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你可别被他给骗了。你眼瞎吧？锦逸集团奢侈品部 CEO， 你居然说他是跑龙套的？说什么？他是锦逸集团奢侈品部 CEO？ 没错，那又怎么了？
严氏就算没有景玉和王家支持，也照样可以把奢侈品店开遍全云国，是吗？我告诉你，严氏想染指奢侈品行业，那是痴人说梦。我李之奎以景玉集团时尚与奢侈品部 CEO 的身份宣布，景玉集团及所有关联品牌俱乐部永久终止与严青及所有相关公司的一切合作。我李之奎以景玉集团时尚与奢侈品部 CEO 的身份宣布，景玉集团及所有关联品牌俱乐部永久终止与严青及所有相关公司的一切合作。姐姐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把利润分成，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5个百分点，35%已经是行业顶尖了呀！算了，我们可没这个能力。我在这里也把话说敞亮了，但凡与严青来往密切者，均被列入景玉集团黑名单中，断绝一切合作机会。谁与严青进行商业合作，也就是和我们王家作对。什么？我被踢出名媛圈了！严青，你的社交之路从此彻底断绝。来，各位夫人、小姐们，我们来合个影呀！来了，都看向我这里。此仇不报，严青枉为人。有些垃圾看着就让人恶心。锦瑜、智慧妹妹，我还有事，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告辞。王夫人慢走，还不快给我滚回去！哎，老子让这个死丫头害死了！干爹，干爹，胃疼。干爹，你把这个喝了，这是严青公司研发的健康产品真菌养胃露，喝了这个胃就舒服了。哎，我不喝什么养胃露，我不信保健品，快送去医院！干爹，这款食品采用高山纯天然真菌和沙棘原浆和24味中草药，绝对纯天然无添加。干爹，你可以试一试。行，只要调养好这王老板的胃病，他肯定愿意入股，到时候严氏就能起死回生。好，我试试。不行，送我去医院。干爹，你放心，一瓶下去绝对药到病除。只要调养好这王老板的胃病，他肯定愿意入股，到时候严氏就能起死回生。好，我试试。不行，送我去医院。干爹，你放心，一瓶下去绝对药到病除。干爹，一会儿您的胃就没事了啊。健康食品是他们实体经济中最倚重的产业，也是他们最后一张王牌。那这最后一张王牌，真的能让他们起死回生吗？干爹，怎么样？成败在此一举。哎，我的胃真的不疼了。干爹，你没事可太好了，刚才真的吓死我。哎呀，宝贝啊，干爹让你担心了。你呀，你这个真菌养胃露可真的救了干爹一条老命啊！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啊？都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哎，奖励就不必了，只要干爹啊能投这款产品。干爹，你看这款产品的奇效，你也亲眼见到了。如果我们加大投资，是不是能大赚特赚？今日的老太婆当众让我难堪，是时候从王家出来大展手脚了。行，我投资，我决定扩大经营生产20倍。难不成真的要让他们得逞了吗？不可能，因为李正来了。
王老板，如果现在喝下这瓶真正的养胃露，或许还来得及。你什么意思？你刚刚喝下的那瓶就是垃圾食品，不仅对身体无益，还会严重损害肠道。乡巴佬，谁给你的胆子来我的订婚宴上撒野？别冲动，我相信小程，他可以。你也是李景云请来的演员，你可比他们几个差远了。你也不收拾收拾，一身泥巴味，臭死了！他们赶紧滚出去！这是他们这款养胃露的详细检测报告和供应链调查。延青的健康产品原料以次充好，产地环境污染严重，多项指标超标。干爹，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所谓的独家技术，实为窃取我西河农业科技的早期废弃方案，是废弃方案。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干爹，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所谓的独家技术，实为窃取我西河农业科技的早期废弃方案，是废弃方案。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干爹，是李景瑜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一起骗你啊！干爹，骗你？你们知不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西河农业科技创始人李正。西河大名如雷贯耳，你是西河的创始人？什么创始人？干爹，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他也是，他们全都是。是呀，干爹，你看他一身泥巴，我看他就是乡下种田的啊。果然又是一个死跑龙套的，赶紧跟老子滚滚啊！王老板敢不敢跟我赌，喝下这款产品10分钟之后，你就会出现呕吐反应，并且肠胃受损？赌啊！那要是10分钟之内干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你怎么办？你就现场表演吃到你吐为止。没问题。反之，如果王老板出现了呕吐反应，那你也要喝下一瓶你们所谓的养胃露。不用10分钟，干爹，你要是不相信我们的话，我和茂哥现在就喝一瓶。对，我们现在就喝。很舒服呀，喝了胃里暖暖的，我感觉我的肠道都在蠕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呢。我们这款养胃露原料十分珍贵，你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我自己的产品，我有足够的信心。干爹，你要是还不相信，我再喝一瓶。行了，这个大补的东西啊，也不能多喝。我现在完全没有什么不适啊，感觉越来越舒服了呢。哎呀，很好，很快他们就会知道什么叫自作自受。健康产品值得投资，我决定再追加50个亿，再次扩大生产范围啊！健康产品值得投资，我决定再追加50个亿，再次扩大生产范围啊！这么神啊，搞得我也想买了。原价500美金一瓶的养胃露，今天在场的各位只要现场预订，全部半价。我预订10瓶，我要订20瓶。我也要，还要，我也要。这感觉还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林小姐，我也准备投10亿进去。我投15亿。各位，只要我们这个产品一上市，我保证各位的投资全都能翻倍。不过可惜呀，有些人可就喝不到这么好的产品。你要是实在想喝的话，我可以2000美元买你一瓶。哼，谁稀罕？
你们就是嫉妒，你们就等着看我如何用养胃露崛起。哎，刚才那个臭种田的说10分钟之后我会呕吐，王老板敢不敢跟我赌？喝下这款产品10分钟之后，你就会出现呕吐反应，并且肠胃受损。这已经到10分钟了啊！我好好的呀，没有呕吐呀。你他娘的是在要咒我死啊！干爹，我现在就让他为自己说的话付出代价。来人，上土。等等，你的表不准，还差1分钟。1分钟能掀起什么波浪？你是个男人，说话要算话吧。吃吧，吃！我叫你诅咒老子，老子要看你怎么呕吐的！给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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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诅咒老子，老子要看你怎么呕吐的！给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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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逞强！当初参加这个试验方案的小白鼠，在喝完这款产品10分钟之后，全部胃出血。倒计时，3、2、1。肯定是你下的毒！报警！报警抓他！你们喝下的养胃露，李正压根就没碰过，何来的下毒？没人下毒，我说过，这个方案本来就有问题，再加上严氏在采集原材料的时候，误将珊瑚英当成了杀鸡原浆，才导致他中毒如此严重。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制作过程，我这方案还是从西河那里偷来。其所谓的独家技术，实为窃取我西河农业科技的早期废弃方案。珊瑚英有毒，根本就不能食用，这不是害人吗？这个不能叫垃圾食品了，这可是毒药啊！要不要去帮帮刘迪？不用。珊瑚英有毒，根本就不能食用，这不是害人吗？这个不能叫垃圾食品了，这可是毒药啊！要不要去帮帮刘迪？不用。恐龙时期的物种沙棘，经历2亿多年的漫长岁月，顽强生存下来。西河养生果浆采用正宗沙漠沙棘，100%原浆，具有抗氧化、养护胃黏膜、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已获得云国国实践字 G 的批准文号。我手里的这款才是西河经过研究后上市的正品养胃露，我们就是怕有人误食了加入珊瑚英的山寨养胃露，所以我特地在这款产品中加入了解药。他真是西河创始人李正，我要买100瓶，我要买1000瓶，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分给每一个同事做福利。孩子们，危机解除了。怎么会这样？他真的是西河的创始人？我不喝，我死都不会喝。爱喝不喝。我不喝，我死都不会喝。爱喝不喝。当初参加这个试验方案的小白鼠，在喝完这款产品10分钟之后，全部胃出血。倒计时，3、2、1。这是他自己的脸吗？脸能有命种吗？你笑什么？你以为这样就行了吗？我本以为穷寇莫追，想放过你一马，可你却继续作死，那我就打到你彻底趴下为止。七弟，我要是你，就赶紧叫救护车把你干爹送到医院，免得去晚了闹出人命。
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能不能再给我一瓶？我可以高价购买，求你了。干爹，千万不要有事儿！干爹，终于醒了！去你的妈！今天给老子滚远点！我冤枉呀，干爹！我冤枉个屁！要不是你这，我全被你害死了。就是，你们也真恶毒，像你们这种人就应该被抓去坐牢。就是胆敢！啥？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被下毒了！别砸了，别砸了！死到临头还不肯认错，我有什么错啊？闭嘴！现在你们彻底没了靠山，我们的仇也该清算。我们的仇该清算。你们涉嫌制造不安全食品，我已经用传媒的力量将此事最大限度的在网上进行曝光，相关的消费者也引起了愤怒和索赔，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至此，你们在舆论、法律、资本、技术、社交、实体业务上全面崩溃，众叛亲离，再无翻身的可能。妈，我就问你一句话，他们到底是不是你收养的孩子？是不是我的哥哥姐姐？这个年纪最小，就由我亲自教导。其余6个，请各个领域最顶级的专家作为他们的导师。七弟，事到如今了，你还看不清楚真相？他不是看不清楚，只是一直沉浸在梦里，不肯接受现实罢了。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从来都不是。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从来都不是。李茂，你这个废物！李景瑜明明有7个继承人，你却像傻子一样蒙在鼓里，说什么你是唯一的继承，你说你是景瑜帝国的未来，从头到尾，你压根儿就是在骗我，对不对？骗我的钱，骗我的人，你这个骗子！你还我苏珊，你还我人生！到底谁才是骗子？年轻当年离开我，是为了保护你。这是你妈，结婚之后自然就是我妈了。我怎么会让你做这种不忠不孝的事情呢？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跟我妈反目成仇？要不是你的话，我现在早就接手集团了。不是你的话，我跟我妈现在还是母慈子孝。因为你毁了，因为你毁了。除了是这还毁我，当初怎么下人看你这样的男人？你看上我，当年我穷的时候，你转身就跟个富二代跑了。后来我妈气着我事业有成，有出息了。你呢？你他妈不还有个干爹吗？你个臭婊子！臭婊子！保干爹大人们陪你们！我陪你！这丑态无眼气。你呢？你他妈不还有个干爹吗？你个臭婊子！臭婊子！保干爹大人们陪你们！我陪你！这丑态无眼气。够了！我李峰，锦玉集团首席法务兼投资部 CEO。现在，我仅代表锦玉集团，正式指控你李茂职务侵占、商业间谍、伪造证据等多项罪名。新宇，你凭什么让他指控？你犯法了，自然由法律来制裁。我是你儿子，你居然这么对我！我还说既然你无情，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保安，这么大个酒店，连保安也没有吗？现在整个酒店全是我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哎！你们什么时候报了警？哼，我们今天当然是有备而来的。
易景瑜，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皮肤汗大树，可笑不自量。景瑜，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这群废物踩在脚下！你没机会了。易景瑜，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皮肤汗大树，可笑不自量。景瑜，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这群废物踩在脚下！你没机会了。你连我也敢抓？你凭什么？叶青，你涉嫌金融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不能动我！我干着冒险，我没有犯罪！哼！一场盛大的婚宴，以新郎新娘双双被带走调查而收场，着实荒诞。妈，我们赢了。是啊，我赢了。可为什么我这心里却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李总，我们不撤资了。对，我们以后一定为锦玉集团鞠躬尽瘁。你投资款我不要了。没有信任的基础，就没有合作的基础。之前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几位以后和锦玉再无关系。李总，错了，求你原谅，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你们记性就这么差？你们三个已经被锦玉永久除名了，有多远滚多远！今日，锦玉集团叛徒李茂和破产的苏氏集团 CEO 严青因涉嫌经济犯罪，双双被正式批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你们不能动我！我没有犯罪！我将带领我的法务团队，确保李茂、严青及其党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让他们不再危害他人。我最近会轮番播放他们的龌龊行为，让他们就算出来以后，也再无容身之地。我已经将锦玉的防火墙再度强化，从今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人可以黑进我们的网络。自那场闹剧之后，集团的股票一路飙升，李茂的这波操作倒是给我们集团反向推波助澜了。那严青已经彻底被贵妇圈踢出去了。什么？我被踢出名媛圈了！严青，你的社交之路从此彻底断绝，以后他就是如何挤破头也进不来了。西河的养生果浆不到1天就已经卖爆了，妈，您觉得要不要再扩大生产？妈妈，我回来啦！宝贝儿，呦，棒棒哒！都说养育孩子就像种植一棵小树苗，你可以深爱、保护、引导那个幼小的生命，却不能强行灌输你的观念、梦想和未来的期望，只能深深的投入，然后轻轻的放手。妈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李茂是在妈身边一手带大的，如今发生这种事，妈怎能不心痛呢？我们也都先回去，让妈一个人听听吧。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妈，你在听什么歌呢？这首歌的名字叫《铁窗泪》，讲的是一个小有成就的明星忘乎所以犯了罪，锒铛入狱，后悔莫及的故事啊。等我们茂儿长大了，有成就了，可不能犯糊涂啊！妈，我懂人说过的，牢记初心，方得始终。真聪明。妈，妈，你怎么来了？快坐。啊，我这儿脏的，还是别坐了。天冷了，来给你送件棉袄。妈妈，我回来啦！宝贝儿，呦呦呦，棒棒哒！妈，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不起，妈，我错了，对不起，你原谅我好不好？时今日何必当初呢？对不起，妈，我错了，对不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当初是我鬼迷了心窍，是那个贱人，是他蛊惑我的，不然我不会那么做的。他说要让我成为整个云国最尊贵的男人，他说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累赘，我不想听这些。对，妈，我不说这些。你说过，耳根子软的男人成不了大事，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我会别的以后跟我没关系了，你不必跟我说这些。妈，您什么意思啊？我可是您培养了20年的儿子，我们母子情深，怎么会没关系？是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了你20年，你却联合外人夺我公司，逼我退休，这就是你口中的母子情深？他要是不肯走，那就把这里全都砸了，我看他到时候能住吗？砸了也好，反正要重新装修。对不起，我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晚了。不，您正值壮年，我也还年轻，您带我回家，我一定好好孝顺您。有些错，一旦铸就，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衣服送到了，我也该走。妈，别走！你不是说你最疼我了吗？你一定不舍得把我自己丢下了，对不对？衣服送到了，我也该走了。妈，别走！哎呀，小心点儿，小心点儿，疼吗？疼。好点了吗？还疼吗？我想我要参加少年宫比赛得第1名。我们茂儿真有出息。曾经那个乖巧懂事的小礼貌已经死了。锦瑜，你今天要是不带我走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我后悔什么？我可是你花了20年心血培养的继承人，如果我不回去继承集团，你这20年的心血可就白费了。你舍得吗？你到现在还在幻想我会放过你？你不可能对我这么狠心的。等我们茂儿长大了，有成就了，可不能犯糊涂啊！妈，我懂人说过的，牢记初心，方得始终。李茂，你今年25岁了，你这个年纪应该懂得，人要为他做的事情负责。
你既然选择了背叛我，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李锦瑜，你就是个伪君子！你说什么？我是伪君子？没错，从我6岁那年获得舞剑比赛冠军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妈妈，你看，茂儿，只要你一直这么优秀下去，妈就把锦玉交给你，让你做我的继承人。可是你没有告诉我，除了我以外，你还生养了另外其他6个孩子。除了我以外，你还生养了另外其他6个孩子。为什么？为什么要瞒着我呀？啊，不就是没有想过真心的培养我吗？你不就是想靠他们来压制我？哪一天我不听话了，随时把我换掉吗？你说够了吗？没有。李锦瑜，你算计一个孩子，你不觉得害臊啊？你就算赢了又怎么样？你胜之不武。李茂，你错了。当初我把你留在身边，是因为我发现你是7个孩子之中天赋最好的那个。还疼吗？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少年宫比赛得第1名。我们茂儿真有出息。你聪明懂事上进，在我心中你是继承人最佳人选，所以在你18岁那年，我把他们6个都叫到了一起，让我们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同学们，让我们蓄势待发，踏浪前行。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你们记住了，老七是我钦定的继承人。你们以后在各行各业做到出类拔萃，全力辅佐他，共同缔造锦玉帝国。好。在我心中，你是继承人最佳人选。18岁之前，你们7个都是公平的。18岁之后，我就把你当成锦玉集团继承人，在全力培养。不对，那为什么？他们之间都彼此见过面，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心思敏锐，我不想引起你的猜疑。我只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管理好集团业务。待时机成熟了，我便宣布你是集团继承人的身份，而且把6大辅助人都交给你。不可能，不可能，这只是你自己的说辞而已。李茂，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有必要哄骗你吗？你好自为之吧。最后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冲进办公室逼我退休那天，我正在签署继承人协议。你再晚来几秒钟，集团董事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哼！李金宇，我告诉你，你的这6个孩子都是废物，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除了我以外，没有谁能继承你的一切。那就请你拭目以待，看我6个孩子会如何将锦玉推向世界第一。看我6个孩子会如何将锦玉推向世界第一。今天叫你们来，是为了锦玉的未来。我年纪大了，需要从你们6个当中选出一位继承人。妈，我的战场在法律和资本布局，全局管理我不擅长，所以……妈，
我连我的星光传媒都管不过来呢。妈，您就饶了我吧。妈，白资本运作我刚找到乐趣，这集团总裁的位子我坐不来呀。我的审美和才华只服务于奢侈品行业，锦域太大了，管不了。妈，我地里还有新培育的种子需要我，公司的事儿真不懂。妈，那个代码可比管理像多了。哼，看来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接。既然这样，那就让天意决定，你们轮流执掌1年，抽中者不可推辞。是。既然这样，那就让天意决定，你们轮流执掌1年。恭喜四妹，以后公司的系统就靠你全面优化了。哥，是美啊！以后姐找你审批公关稿，你可要快点哦。而且，需要资金扶持的时候，随时联系我。妹妹，办公室的审美记得找我参谋。四姐，需要有机蔬菜给员工福利，找我。你们一个个，站着。妈妈，我不行，我真的只会写代码。给你3天时间交接好技术部门的所有工作，下周1上任集团总裁。你记住，你是李家的孩子，妈相信担得起。完了，真完了。这个算法逻辑不对呀，那个架构效率太低。对呀，管理不就是优化算法的另一个系统吗？小菜一碟啊！管理不就是优化算法的另一个系统吗？小菜一碟啊！通知全员，即日起，公司实行全面的数字化改革。第1点，所有的周报、月报全部录入新系统，数据自动生成可视化图表，取消冗长的文字汇报。第2点，取消所有的线下会议，全部改为异步协作和线上短会，议程和结论全部录入新系统。第3点，技术部从今天开始全面启动破晓项目，全力优化公司底层数据架构和网络安全。到月底，我要看到公司效率至少提升30%的初步报告，都没问题吧？这才像样。李总，自透明平台上线以来，集团所有核心项目进度实时可视，跨部门协作效率提升了45%，而且各个团队的沟通成本降低了60%。孵化资金的第1批项目评估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有3个内部团队的创新提案已经进入了孵化阶段，其中 AI 辅助决策模块已经初步应用于市场部。运营报表显示，集团上半年运营成本同比下降了20%。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流程和线下开销，把钱和精力全部放在了技术增效上。新产品的平均研发周期缩短了1/3，如何办到的？我们优化了研发流程，用算法模拟替代了部分实体测试阶段。另外，我上周带队堵上了困扰公司2年半的数据交换协议漏洞，
以后的安全支出也会减半。运营报表显示，集团上半年运营成本同比下降了20%。金域集团这是怎么了？这一年的利润提升了不少啊！李景瑜请了什么上在大神？不是什么大神，集团现在是4小姐在管。你说什么？李知梅？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他就是个抄写代码的，他懂什么集团管理啊？李景瑜他疯了！可是他搞了一套什么数字改革，不仅集团的各项成本大幅降低，研发速度也快了几倍，股价更是一直在涨，新闻里天天在夸。锦域集团在年轻一代管理者李知梅的带领下，业绩再创新高，被誉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典范。我相信，在他们这帮年轻人的带领下，锦域集团一定会更创新高。知梅，你来说两句。公司能走到今天，还是要感谢我妈妈一路对我们的栽培。不可能，李知梅就是个抄写代码的，我才是马培养的继承人，我才是。知梅，这一年你做得很好，跨部门协作效率提升了45%，而且各个团队的沟通成本降低了60%。让我们集团的年度利润再创历史新高。妈是真的不如你们这些年轻人了。哎呀妈，看你说的，你一手把锦域帝国打造起来，才是真的不容易。我发现这管理真比代码难太多了。1年之期已到，那接下来就要选出下一年的总裁了。1年之期已到，那接下来就要选出下一年的总裁了。李正，妈，我只会种地。那就用你种地的方法来打理集团。以后开会，每个人面前都摆一盆，看着绿色，心情好，思路清。我建议，集团未来3年将部分资源转向农业科技投资。李总，我们是综合性商业帝国，不是农场，搞农业，这是不是太土了？能有多少利润？是啊。恐怕投资回报率还不如金融科技板块吧。请看，这是我们计划研发的抗旱1号高产作物模拟数据，能在缺水地区增产30%。这是智能温室项目，能精准控制环境，将果蔬品质和产量提升50%。还有，与合作农户建立直供链，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食材新鲜度也会大幅提高。你想的是真好，市场接受度呢？消费者会为农业科技买单吗？农业才是根本，我们等着看就好。消费者会为农业科技买单吗？农业才是根本，我们等着看就好。新品阳光番茄和清甜黄瓜又抢光了，明天请大家早点来啊！李总远见，没想到投资生意这么赚钱，股价也跟着涨疯了。我建议，集团未来3年将部分资源转向农业科技投资。是，绿色健康是趋势，以前我们是目光太短浅了。李总啊，我看智能温室项目还可以再追加投资。锦域集团农业科技成功出海锦域绿洲智能灌溉系统，在云田地区试点，有效节约水资源70%，获得联合国可持续项目高度认可。怎么会这样？这个抽种地的也这么厉害？
李之奎，好吧，轮到我了。希望我的审美不会让1年后的财务报表太难看。李之奎执掌锦域期间，将锦域奢侈品线推向艺术巅峰，全球巡回大秀一票难求。李华，1年时间，足够我做一次像样的资本布局了。李华任期内完成3次重磅国际并购，锦域集团资产翻番，版图急剧扩张。李之威，还是逃不掉。不过妈，您放心，我一定让锦域响彻全球每个角落。李之威打通全球媒体网络，锦域品牌的影响力渗透影视、出版、新媒体全领域。李峰，最后一次由我负责，该扫清的障碍，该构筑的防线都会完成。李峰最终压轴，以法务与资本构筑起锦域坚不可摧的全球商业护城河。至此，每人1年任期集团总裁，每任一战略，锦域集团步步为营，终登全球商业之巅，成为无可争议的商业巨擎。李峰最终压轴，构筑起锦域坚不可摧的全球商业护城河。历史性时刻，锦域集团正式登顶全球商业之巅。茂儿，记住这句话，以后不论走得多高，都别忘了为什么出发。妈，我记下了，我以后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茂儿真棒，妈妈把所有的心血投入到你身上是对的。我曾经是最被妈妈看好的那个，可是我原来我才是7个孩子里最没用的那个。妈妈本来给我选好了最好的，是我自己走坏了。我李梦这辈子活的就像个笑话。商业帝国终会老去，但你们会让它永远年轻。从今天起，锦域就交到你们手上了，希望你们能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待他。放心吧，妈，我们一定会带领锦域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养孩子就像种树，你能深爱、引导、保护，却无法代替它生长。